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0.78，收盘价是202.0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217.65。最低价是在201.84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2.285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5 倍量增。KD 值快线又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的反转。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开口变小，并且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继续处于多头的趋势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当日是有新高的出现，但是呢，由于空头的力量，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被压回。然后呢，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啊，在多头上涨的行进中，通常啊，它是止涨的信号 K 线。那收盘价又跌破了重要的支撑，比如说5日均线值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意味着后续啊，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行。那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说，出现这样的线型，在跌破关键的支撑呢，那它是一个下行的标志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出现平盘，收盘价在213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21附近；另外一个方向是会出现小幅的回档，收盘价是在208。实际在2月16日的收盘价是收在了202.04。出现了回档。那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和实际发生啊，不仅是点位相差较大，并且呢，本质也不同。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实际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和5日均线值，当然还有125日均线值。那出现这样的信息啊，那后续股价有可能会开启继续回档的一个走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2月17日股价继续下行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回档，它的第一个目标是187，187就是这一波涨幅的起涨 K 线的最低。那目标设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股价要跌破这个低点，来出现底低的这么一个现象，也就是为股价的继续下行呢，打好一个基础。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当然，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，我们会看到目前只有200这个位置，是200.60这个位置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啊，可能会成为支撑。但是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出现了大幅的或者跳空的低开盘啊，
那有可能这个支撑会成为股价向上的压力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部分呢是比较空旷的，唯一的支撑呢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和它的最低可能会成为支撑，当然这个支撑呢也是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股价下行到187中间的支撑。好，那这个目标如果完成后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呢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62， 162这是2月13日起涨 K 线的最低，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前面起涨 K 线的最低，就是1月31日的最低在162。当然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呢，到达162之前，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和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支撑。20日均线值对于2月17日来说，我们测算是在184附近，趋势线是在179附近，它将是股价在到达第二个目标之前的支撑。当然，这也是针对日后的交易日来说的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上行，说股价有没有继续上行的可能？当然是有的。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，我们说前高现在将是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217.65，这将是日后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因为出现这样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啊，那股价如果上行是必须要站上217的，站上它才能够瓦解这样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会看到止涨的信号 K 线啊，在当日量是量增，我们说量是有1.25倍的叫做增量，所以在当日是有不但是有空头的介入，也是有卖盘的，对，也就是获利出场的。那日后股价如果想继续上涨，必须要站上前高才能够继续向上，而一旦站上前高呢，我们说一定会有大量的买盘跟进，那股价也一定会继续向上。所以呢，股价向上的第一个目标是217.65，然后接下来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237。那目前由于它是止涨的信号，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217之后呢，我们再讨论上方。好，当然我们还能够看到在237之上还会有313这条水平线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。那这是我们分析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说明一下，我们在分析过程当中提到的目标，不是说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，而是说股价，例如上行，我们说是217，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多头上攻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217，但是能否站上要看多头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些目标位啊，包括我们还会提到很远的313，这都是股价的目标位，而不是说股价一定会涨到这个位置。那涨到这些位置，我们要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克服。例如，我们只有站上217才可以去看237，那站上237呢，我们才能够看313，对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大的距离我们要看313呢？因为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涨到了200，在前一个交易日涨到了214，它已经关联到了我们的313这个目标。为什么呢？这样一根起跌的 K 线，我们看这是自
2022年9月21日开始，股价出现空头趋势下跌，一直到101。我们说214已经是股价已经回升到了这个下跌趋势50%的成本线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一旦突破了这50%成本线，那我们当然远期的目标要看313。对，所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提到的目标，不是说股价在接下来一定会上到这个位置，而是我们可以讨论它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设定目标的做的一些说明。好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2月17日盘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点位，目前就聚焦到200关口。实际上这条水平线我们精确的计算是在200.60，但是我们这个关注的点要关注200关口，因为这个地方一旦被跌破说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那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50%被跌破，它一定会测试这根 K 线的实体的下沿或者是最低，所以200呢是比较关键的一位置，同时它又是一个整数的关口，而且它又目前对于2月17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点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的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继续从头说，第一个位置建仓，对，在1月17日收盘价131有建仓，在1月23日收盘价143有加仓，在1月26日收盘价160有加仓，在1月27日收盘价177附近可能会有加仓，在2月1日收盘价181附近有加仓。那加仓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我们会看到上方一路上涨，我们没有再给出任何加仓或建仓的点位。那到了2月10日是有获利出场的，也就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么一直守停损位置呢，我们会看到一直到2月16日还没有出场。对于2月16日我们说的停利是在204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附近，也就是跌破了这个位置要停利出场。那2月16日的停损位我们给的是200，那目前还没有出场，但是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这2个位置的时候说可以不停利，因为它的点位相差的并不多，可以直接设停损位。对，这是我们回顾之前的对于这第一个操作的信息。那么到了2月17日，刚才我可能说的日期上有口误，好，这是2月16日哈。那到了2月17日，说我们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可能会有获利出场的。如果一直还在守停损的，在2月17日，我们继续守停损在200关口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要停损出场来保住我们的利润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操作。那第二个操作是在2月13日有进场抢反弹，止损位当时是在187，然后在接下来的
一个交易日是2月14日收盘价209这个位置是有加仓的，我们给出建仓是5%，加仓是20%，然后目前的仓位应该是25%。好，那么我们到了2月15日，包括到2月16日，说这样的建仓和加仓啊还没有盈利，所以我们一直给的是止损位。止损位，我们对于2月16日来说，我们是从之前的187提升到了200。那么对于2月17日来说，我们的止损位依然是守200这个位置。好，要精确的说，就是守200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提到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1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说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02.5到205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，它也包含了125日均线值。好，第二个压力位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是在211附近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17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23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。这是上方的压力，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01到202之间。那我们和这条水平线合并之后，那第一个支撑应该是200到202，它包括前低。那第二个支撑就是187，是这条水平线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184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就是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。那在这里边，我们想说，横盘是指的目前来说是最高是217，最低是187。我们认为这两个目标啊，这两条水平线之间现在是横盘区域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横盘向下，它将是小幅的高开盘，或者说是平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96，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98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呢，我们说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要给出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下跌。如果出现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90，收盘会收在192.5附近。
那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下跌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1的，那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我们说，如果出现最高在201呢，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会留有一个小的缺口。好，这是股价第二个可能向下的方向。那向上的方向呢？我们认为股价还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，也是带有条件的。如果是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在20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5附近，也就是这个收盘价有可能会在5日均线值的附近，或者是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是稍微低于5日均线值。对，好，那这样一个横盘向上的条件呢，它必须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2的。202实际上也就是接近于前低的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